对于日本人而言，从明治时代到大正时代，电影呢作为重要的大众娱乐形式被逐渐固定下来。随着电影这种娱乐形式的人气上升，一些作品甚至成为了社会现象级的热门电影。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电影会因为某些原因而被禁止上映。今天就让我来介绍一下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一些禁片，看看日本帝国时代的文化管理者们在意的是哪些事情。这里是巫女花散里研究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记得先点赞订阅哦。那电影机在日本的首次登场是在明治29年，相比于爱迪生发明电影放映机，也就仅仅是5年之后。相比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一体机，更是仅仅1年之后就被带到了日本。当时呢，日本人称电影为活动照片，电影院则被称为活动小屋，很快就成为了被人们接受的娱乐形式。3年之后，日本第一部电影《红叶兽》登场，是记录了歌舞伎座的演出情况。此后呢，各种类型的电影也开始陆续制作。然后直到大正6年，随着电影在民间的受欢迎程度扩大，并且在教育、宗教、政治宣传等议题中的影响力越发明显，日本才终于出台了活动照相工业取缔规则，作为对电影这种新兴媒介的初步规范。不过这个法条比较模糊，可解释性也很强。当时经常出现一部电影在一个地区允许上映，但是在另一个地区就禁止上映的情况。那么这段时期，全国性的禁片是非常稀少的。相比于对内容的规定，对于行为的规定反而更多，主要是避免让未成年人看到内容过激的电影呀，禁止将电影院装修成男女幽会的场所呀，禁止电影院沿街拉客呀这些。后来，如同各位在大正时期民间生活的视频中所见，大正时代市民阶级崛起之后，日本的民主化运动蓬勃发展。到了大正14年，日本帝国政府终于推出了活动照片胶片系列规制作为内容审查的依据，地方政府的电影审查权力交还给中央，电影从此实行先审后播的模式，并且审查的执行部门中呢，是赫然出现了秘密警察部门。至此，日本近代电影审查系统正式建立。那历史回顾就到这里了。我不喜欢那种标题封面用亮点吸引人，结果视频一大半都在做历史回顾，然后在最后的一小段时间，好像说了又好像没有说封标内容的视频。接下来我们直接开始介绍这些被日本帝国全国性禁止的电影都是些什么情况。首先介绍的是法国大革命路易16的末路，一部拍摄于1908年的法国电影，这是可考的日本第一部禁片。对该片的禁令甚至早于活动相片工业取缔规则的出台。电影内容正如其标题所示，讲述的是法国国王路易16及其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悲剧故事。我们知道，路易16是法国波旁王朝的第5任国王，他以其不同于一般王室成员的温和性格而闻名，以亲民的政治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极大支持。我以前好像挖过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坑啊，结果论美国的民主的相关视频都做过了，还没有做这个。那路易16的介绍就不在这个视频赘述了。总之呢，电影《法国大革命路易16的末路》就是描绘了从法国大革命到路易16被处决的过程。电影被引进日本时很快就被禁了，原因也非常的明显，因为明治时代的日本与电影中描绘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实在是过于类似了。富裕阶层独占了财富，劳工阶层饱受贫困之苦。当时的日本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被迫从事着繁重的劳动。早在明治19年，日本就因为恶劣的劳动环境和甲府禁止条例中官府在劳资纠纷中明显的强迫工人劳动的态度，而发生了大规模女工罢工事件。而且除了劳动者强烈的不满情绪这个主线，在背景上，当时日本也是有上下议会的制度，也是官僚与议会议员们和民众脱离，也是一个拥有部分实权、承诺改革和人民富裕生活的君主。也是改革道路一到了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地方就会遇到阻力，简直就是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最终，法国大革命路易16的末路被以作为一部描述公民起义推翻君主的电影及其可能煽动革命的内容具有危险性的理由，被禁止在日本上映了。下一个介绍的是茶泡饭之味和北条时政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现代舞台的故事。如果这个标题让你想起了大名鼎鼎的小津安二郎导演作品《秋刀鱼之味》，那还真是对的，这部电影也是小津安二郎的作品。他在战时曾被派到中国战场，当时便有了这部电影的构思，从前线返回日本时开始创作该剧，于1952年正式发表。在公开发布之前，其实这部电影最初的标题呢是他前往南京，剧本的大纲也改过，
原定的剧本大纲，电影的主角是几名生活闲暇的家庭妇女，她们经常一起奢侈的玩乐，完全忽视了家庭和丈夫。直到有一天，其中一位妇女的丈夫被征召入伍，这位女士接到消息之后感到震惊，急忙回家，却发现她的丈夫并未表现出任何慌张的样子，反而在打盹。看到这一幕，她意识到了自己的丈夫对于自身对国家的责任的坚定不移，属于一种表现战时生活状态的场景剧。不过这个电影标题和剧本送交审核之后，被日本内务省驳回了，因为战时的日本，任何稍微表达反战的内容都会被严厉审查，禁止上映。这个电影的标题和内容，在我们现在看来，似乎并没有任何反战内容，甚至还有点鼓励上战场的意味。但是当时的环境下，它已经足够被禁止了。当时的法律要求文化界要制作能够提高国民对战争意识的作品。他前往南京被认为包含了多个不适合当时战争意识的场景，比如呢，在战时的非常状态下，这些妇女们依然无忧无虑的在玩乐的场景，被认为是降低了国民的紧张感。还有电影表达的个人之间亲近感情的珍贵，被认为是打击了前线士气。还有在出征前夜应该吃红豆饭表示庆祝，而剧本中的人物却是吃了茶泡饭交流感情等等。总之，因为这些审查结果，该电影直接就被封存了。好在小津安二郎导演并没有放弃这个剧本。二战结束之后，他将他前往南京的背景从战时改为战后，将前往中国战场的情节改为前往乌拉圭出差，最终制作成片，于1952年作为《茶泡饭之味》上映，成就了亚洲影史的一部经典作品。另一部日本帝国禁片是《Zigma》，原著是来自法国小说家莱昂·萨吉所写的同名小说，在法国的晨报上连载，被拍成电影上映的同年也引进到了日本。Zigma 的主角就是 Zigma， 是一名变装怪客。整个故事就是他在巴黎城内以强大的能力犯下各种罪行，并且躲避追捕的故事，就是类似于现在的怪盗文学，但是情节更出格，犯下的罪行也不仅仅是偷窃。这部小说在法国连载了28本，可见其人气。1911年 Zigma 电影化，日本的浅草金龙馆电影院引进首播了这部电影，并且制作了主角 Zigma 脚踩骷髅山戏弄执法者的冲击性广告海报。结果电影在日本大获成功，浅草商业街挤满了慕名而来的观众，场面异常壮观。据说为了维持秩序，当时的治安官甚至增派警察来帮忙卖电影的预售票。随着 Zigma 的热映， Zigma 的小说也随之引进了日本，再次火遍全日本，进一步引发了日本国内以侦探为主角，或者用以暴制暴为主题的文化作品潮流。按照明治政府的说法， Zigma 的流行已经引发了社会秩序的危机。全日本的小孩子都在流行 Zigma 游戏，他们拿着玩具手枪对行人进行威胁和抢劫的危险模仿行为。也有一些暴力犯罪事件是由于罪犯看着 Zigma 后心理扭曲而引发的。总之，在官方那里，这部电影和小说算是挂上号了，被定义成了可能引发犯罪的电影。之后，大正元年10月，警视厅正式下令，全国范围内禁止上映 Zigma 类电影。除了 Zigma 原片，所有的宣扬以暴制暴或者公民正义主题的衍生作品均在禁令之列。而后，虽然人们还有消极抵抗，比如在地下电影院上映这些电影啊，用其他的单词来指代 Zigma 进行交流啊之类的，不过这股热潮还是慢慢下去，人们回到了原来的正常生活中。The Mikado 是1880年代英国制作的一部以日本为背景的喜剧歌剧作品。当时随着日本开国和西化，神秘的东方文化在英国带来了日本题材的热潮。威廉·吉尔伯特和亚瑟·沙利文参观了1885年到1887年在伦敦的日本村展览，并且邀请这些在日本村中工作的日本人改进了 The Mikado 的服饰和动作，最终上线。The Mikado 讲述的是 Mikado 的儿子 Lanky 和美女 Yam 的爱情故事。Lanky 本来有一位名叫铺的丑陋未婚妻，他对这张婚事不满，选择了离家出走，作为一个旅行艺人谋生。在这个过程中， Lanky 与 Coco 的未婚妻 Yam 坠入了爱河。后来 Coco 与 Yam 因罪被判了死刑，由于 Coco 本人就是当地的死刑执行官，不能给自己执行。听说了这个情况之后， Lanky 提出他愿意与 Yam 结婚，1个月之后代替 Yam 接受死刑。总之就是除了日本风格的服饰之外，完全没有任何其他日本元素的剧目。因为其实 The Mikado 这部剧本来就是被设定成了一个遥远地方的童话，剧本想要表达的是讽刺当时英国的社会环境，用日本元素也仅仅是因为日本确实是个很遥远的地方。1战前，日本有一段时间对思想不正确的文化产品管制变得严格，
不过当时基本上讽刺喜剧这种有一定理解门槛的形式可以作为例外，算是一种另类的分级制度吧。本来热米卡多作为讽刺喜剧应该算合规的，但是作为套了日本皮的剧，剧中的领主自然而然的在日本就被理解成了明治天皇。于是因为人们嘲笑剧中领主的丑态有亵渎明治天皇的嫌疑，该片被禁止演出，战后就解禁了。直到现在依然偶有日本的大型舞台表演该剧，在日本不再被认为冒犯。不过相反，二战后在欧洲，该剧的反对者们主张该剧丑化了日本社会，涉嫌种族歧视。那篇幅所限，这集就介绍这几个吧。如果这个视频的数据好的话，我之后还会介绍更多的日本帝国时期被禁止的文化作品。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